说到糖尿病，很多人普遍认为只要不吃糖就不会得糖尿病。然而，这种看法往往会忽略疾病的早期信号。事实上，糖尿病可怕之处并不在于疾病本身，而是由它引发的并发症。糖尿病可导致多种并发症，包括视网膜病变、肾脏衰竭、尿毒症以及心脑血管等多器官疾病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根据临床数据显示，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、急症和后遗症高达100多种。血管专家和糖尿病研究学家指出，甜食并非是导致糖尿病和高血糖的主要诱因，在控制糖分摄入的同时，还需要限制碳水化合物和淀粉的摄入，避免这些物质通过新陈代谢和血液运输转化为葡萄糖，从而增加患病风险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糖尿病患者应该要少食用那些升糖指数特别高的食物，尤其是以下几种食物，它们的升糖指数特别高，应尽量减少甚至避免食用。第一就是白米粥，很多人早上爱喝白米粥，特别是牙不好的老年人，但是白米饭的升糖指数很高，是 83.2， 煮成粥后可达 89.2， 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。煮得越久，粥越粘稠，升糖指数越高。长时间煮熟的大米消化过程相对较快，会分解成容易被人体吸收的短链碳水化合物，比如糊精，从而快速升高血糖，超出糖尿病人可接受的范围。第二是面条，面条富含碳水化合物，升糖指数高达80，面条在消化过程中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，并进入血液，导致血糖波动或紊乱。第三是南瓜，南瓜是蔬菜中升糖指数最高的食物。南瓜虽然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，但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，尤其是淀粉含量相对较高，而且越老的南瓜含糖量越高，煮熟后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，导致血糖快速升高。第四，糯米，糯米和糯米制成的食物属于高淀粉、高碳水化合物以及低纤维的食物，而纤维有助于减缓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，所以食用糯米后会让血糖上升很快，尤其在制作粽子时搭配红豆沙和大枣等食材，更会导致血糖大幅度上升。第五，豆沙，很多人喜爱吃豆沙，豆沙香甜软糯，但是豆沙制品中含有大量的糖精、葡萄糖和碳水化合物，摄入过量会导致高血糖和代谢性血糖紊乱。第六，高糖分的水果，例如柿子，柿子的含糖量很高，纤维含量相对较低，进入人体后会迅速被吸收，容易增高血糖。对于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来说，尽量避免食用柿子，建议摄入其他富含营养并对血糖影响较小的水果，比如莓类、石榴和苹果，这些水果通常含有更多的纤维，并且在血糖上升方面相对较为稳定。第七是猪油和动物内脏，长期摄入这些食物会导致血管壁积累过多的葡萄糖和胆固醇，增加冠心病和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几率。对于糖尿病人而言，选择适当的食材并控制饮食非常重要。荞麦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，荞麦中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以改善葡萄糖耐量，降低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。此外，荞麦还含有卢丁等物质，对糖尿病、高脂血症和高血压有益处。可以经常尝试制作一些凉拌荞麦面的食物，既口感美味又有助于控制血糖。除了荞麦，还有一些蔬菜在降血糖方面也很有帮助，比如菜花，菜花富含铬，铬可调节血糖和改善糖耐量。豌豆和青椒也含有铬，能促进胰岛素分泌和细胞对糖的吸收。空心菜、蚕豆、圆白菜和山药也具有降低血糖的功效。除了饮食方面的注意，控制好血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除了尽量少食用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外，控制体重，避免肥胖也是重要的，肥胖容易引发糖尿病。其次，要避免熬夜，因为经常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影响脂肪代谢和血糖代谢，不利于血糖控制。我们要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，避免熬夜。最后，要适当进行体育锻炼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骑车、爬山、打太极、跳绳、游泳等。体育锻炼可以消耗多余的热量，控制体重，有利于血糖的转化和稳定。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，避免熬夜，同时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，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血糖，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祝您健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